刘备和孙权为了争夺荆州，正准备开战的时候，曹操却率领着10万大军，准备去攻打汉中的张鲁。那么，张鲁是如何抵抗曹操的？曹操拿下汉中之后，为何不听司马懿的劝告，顺势攻打益州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曹操攻伐张鲁及司马懿献计。215年3月，曹操率领10万大军亲征张鲁。4月，大军从陈仓出发，越过大散关，前往汉中。大散关位于今天宝鸡市西南19.5公里的清江河岸，因为是周朝时期散国的关隘，因此被称为散关。它与函谷关、武关、萧关并称为关中4关，自古就是川陕咽喉、兵家必争之地。越过大散关，曹操的大军便来到了河池，即今天的甘肃省徽县。盘踞在这里的是堤王窦茂。汉武帝时期，朝廷平定西南夷，降服了白马氐族，设置武都郡。武都郡的治所设在洛邑，即今天甘肃西河县洛邑镇，氐人从此便在这里定居。到汉朝末年，武都郡周围有4大堤王，其中窦茂是兴和堤王，率领的部众有1万多人。他仰仗着地势险要，不肯归附曹操。于是曹操便派张合率领一支人马去讨伐窦茂，窦茂不敌张合，战败后被杀。接着大军继续出发，前往阳平关。阳平关在三国时期被称为阳安关，位于宁强县西北40公里处，与古阳平关相距70公里。它南依鸡公山，北临嘉陵江，是金牛道与陈仓道的重要路口，是汉中盆地西边的门户，同时也是巴蜀通往关中的北端前沿，地势极为险要，进可攻，退可守。然而，拥有如此得天独厚地理优势的张鲁，在得知曹操的大军到达后，非常惶恐，立即准备投降曹操。可张鲁的弟弟张卫不愿意投降，极力说服张鲁抵抗曹操。于是，张鲁便派张卫和杨昂率领数万人马驻守阳平关，并且在关隘两边的崇山峻岭上筑成10余里，将曹操的大军阻挡在关前。曹操数次派遣将士们攻打，但由于阳平关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理优势，曹军一时无法攻克。几个月下来，曹军的士兵伤亡惨重，而且军粮也快耗尽了。于是曹操便打算撤军。他派夏侯惇和许褚上山，给山上的将士们传达撤军的命令，让他们赶紧撤下山来。然而，当夏侯惇和许褚上山后，才发现曹军的将领高祚等人因为夜间迷路，竟然误打误撞地闯入了张卫的别营。张卫的守军们对曹军的突然闯入大为惊慌，以为曹军的主力打过来了，没有丝毫抵抗，就慌忙弃营而逃。高祚等人便趁机占领了张卫的营寨。得知情况的夏侯惇和许褚连忙下山给曹操汇报，曹操喜出望外，立即下令停止撤退，反过来全力进攻阳平关。张卫等人抵抗不住，只能连夜逃走。据史语记载，张卫后来投降了曹军，但《后汉书》则记载张卫在此战中战败被杀。总之，阳平关已被曹操侥幸拿下，汉中便门户洞开。得知情况的张鲁再次准备投降，可公曹严普却劝告他说，如果你现在投降，曹操肯定不会重用你，不如我们依靠巴中的杜霍和蒲胡继续抵抗，之后你再向曹操献礼称臣，这样才会得到曹操的重用。张鲁听从了严普的计谋，准备率军前往巴中。临行前，属下的将领们准备将仓库中的宝物全部焚毁，可张鲁却说，我们今天离开不过是避其锋芒，将来还是要投降曹操的，这些珍宝迟早都是朝廷的，就别焚毁了。于是他下令将所有的宝物妥善封藏，之后才率军离开。张鲁走后，曹操的大军便进入了南郑。他对张鲁把珍宝封藏的做法深表赞许，立即派人前往巴中慰问张鲁，并劝其归降。11月，张鲁率众投降，曹操任命他为镇南将军、阆中侯，10邑1万户。张鲁的5个儿子以及严普等人也被封为列侯，并让自己的儿子曹宇娶了张鲁的女儿为妻。之前马超投奔刘备的时候，他的儿子马丘则留在了汉中，曹操便将马丘交给张鲁处置，张鲁亲手将其斩杀。至此，经过7个多月的争斗，汉中终于被曹操拿下。
这时，丞相主簿司马懿给曹操献计，让他趁机夺取益州。司马懿，字仲达，河内郡温县孝敬里人，即今天河南省温县人。他的高祖父司马均在汉安帝时期任征西将军，曾祖父司马良为豫章郡太守，祖父司马俊为颍川郡太守，父亲司马防为京兆尹。司马防共有8个儿子，司马懿是他的第2个儿子，自幼聪明好学，服膺儒教。201年，曹操派人征召司马懿到他府中任职，可他见东汉政权被曹操控制，不想为曹操所用，于是就借口自己有封闭症，不能上任。曹操不肯相信，派人在夜间前去打探，司马懿假装生病，躺在床上一动不动，曹操便不再强求。208年，曹操再次征召司马懿为文学院，并且对派去的使者说，如果司马懿还和以前一样躺在床上不肯接受任命，那就立即将其逮捕。司马懿得知后非常畏惧，不敢继续装病，连忙出来接受任命。从此，他历任黄门侍郎、议郎、丞相东曹属以及丞相主簿等职。在此过程中，曹操发现司马懿有狼顾之相。所谓狼顾之相，是指回头看人的时候像狼一样，脸部向后而身体不动。有这种习惯的人，一般都谨慎多疑，心怀不轨。因此，曹操便对他心怀忌惮。他对曹丕说，司马懿此人不是甘为臣下之人，必然会干预我们的家事，要小心提防。可曹丕和司马懿的关系要好，总是袒护司马懿，曹操便不再怀疑。此次征伐张鲁，司马懿也随军出征。他给曹操献计说，刘备虽然使用诡计俘虏了刘璋，但蜀中之人并未完全归附，而且刘备此时正在兴兵争夺荆州，不在蜀地，正是攻打刘备的绝佳时机。只要我们在汉中陈兵示威，益州必然会震动不安。如果我们进兵威逼，蜀兵必然瓦解，益州便可一举而定。可曹操却说，人最怕的就是不知足，得陇望蜀，于是并没有听从司马懿的计谋。之后，主簿刘烨也劝说曹操趁机攻打益州，否则一旦刘备率军返回，据险而守，到时候就很难征伐了。可曹操还是没有听取。过了7天之后，从蜀地投降过来的人说，蜀地人心惶惶，刘备回来后斩杀了数人，仍然不能使人心安定。曹操便问刘烨，现在可否攻打益州？刘烨回答说，现在已经失去了机会，不能进攻。于是曹操便留下夏侯渊屯汉中，他自己则带着张鲁等人准备返回邺城。那么曹操为何不趁机攻打益州？是因为他不够贪婪吗？显然不是。一方面，大军从3月出发，此时已经是11月了，仅靠汉中无法供应10万大军的粮草，如果继续攻打益州，将会面临粮草不济的问题。另外，经历长达半年有余的作战，将士们已经非常疲惫，而刘备则以逸待劳，据险而守，对曹军非常不利。之前仅一个阳平关就用了半年有余才侥幸拿下，前往成都的路上还要经过剑门关、福关和绵竹关，短时间内根本攻不下来。而且就在当年的8月，孙权与刘备签订完湘水之盟后，便率领着10万大军出征合肥，准备借机夺取曹操的淮南之地。因此曹操无法两面开战，只能让夏侯渊守住汉中，他自己则率军返回，准备对付孙权。那么孙权能够拿下合肥吗？曹操走后，刘备是如何攻打汉中的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